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金刚经》我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就是《金刚经》教我们的3件事情这个《金刚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佛教经典大家应该也平常也有念过但《金刚经》有5、6千字如果真的要仔细讲这个恐怕也要讲好几个小时但我想说，我今天想用半个小时用半个小时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金刚经》教我们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这个我先讲一下我怎么读《金刚经》这个《金刚经》是一个佛教的经典，但是呢，我们读它的时候我建议我们站在一个修行的角度，人生修行的角度，而不一定要站在一个宗教的角度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的。我认为我们生而为人是每一个人都要修行。就是你可以这一辈子你不一定要信宗教，你不一定要信某一个宗教但是你只要生而为人你是一定要修行这个我们生而为人真的是非常难得，能够有这样的形体，能够有这样子的社会，能够过这样的生活。如果不修行的话，其实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你这个生命等于就匆匆一过你只要走过人生的一半，比如说你过了40几岁，你就知道你人生已经过了一半然后当你人生过一半以后，其实你还不晓得生命要干什么就是拥有这样的生命要干什么。然后你对未来的一半其实也充满惶恐因为它一样像前40年一样，晃着晃着5年10年5年10年一下子又过去了。这个人生命要过得充实要过得有意义一定要修行，只有修行，没有别的办法而且我认为修行高于宗教也就是说其实是先有修行后有宗教比如说佛教我们一定会讲到释迦牟尼佛的修行，请问是先有释迦牟尼佛的修行后有佛教，还是先有佛教后有释迦牟尼佛的修行？当然是先有修行后有宗教嘛所以从这个本末来讲你如果没有这个机缘，其实没有就是没有信一个宗教其实没有关系，但是呢无论如何一定要修行。好，但到底什么是修行呢我用最广义最简单的方式跟大家分享，我认为修行就是让你自己变得更好，让你自己变得更好就是修行。当然你必须是真心的，你不要说我觉得我去那个吃一个牛排就可以让我变得更好，你这个就就是讲而已。你是不是真心认为这样做可以让你变得更好而且长期这样做可以让你变得更好，真心再加上长时间，你真心的认为做这件事情，在这件事情上努力，在这件事情上加强，你可以变得更好。你真心的认为长期这样做你可以变得更好。好，如果你真心这样认为，而且你长期这样做，然后你也真的变得更好了，这个过程就是修行的过程这是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自己慢慢体会，我觉得好像这个是一个最广义的关于修行的一个看法那我们如果抱持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去读这个佛教的经典甚至你去读基督教的经典或其他宗教的经典，其实会有不同的体会，因为它会成为你人生重要的一个资粮，成为人生一个重要的启示，甚至是引导。它可以帮助你，让你生活可以过得更充实，过得更圆满也过得更有意义。那我就在用这样的角度，我们来读《金刚经》，也用这样的角度来看《金刚经》教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金刚经》教我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修行以慈悲入手。修行以慈悲入手这个《金刚经》第2份以后就开始讲了就是说这个我们修行到底要做什么事呢我们修行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帮助别人去度化别人在什么事情上度化别人呢？在修行这件事情上度化别人
然后我们尽量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修行上帮助他们达到最高境界。那我们愿意这样去帮助别人，去度化别人，那么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就是菩萨这是《金刚经》非常重要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菩萨，你不要把菩萨用最高定义去讲它，你应该把菩萨放在修行这个角度去感受菩萨的意义是什么。菩萨的第一个意义就是他感觉帮助别人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那帮助别人什么呢？帮助别人在修行上的成长，一步一步往上走，乃至于达到他最高的修行境界。就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你愿意做这样的事情而且是长时间做这样的事情，你就是菩萨。所以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就是修行的入手处。我们换一个我们大家更熟悉的名词，叫做利他利益他人利他。这个利他其实是范围是很广的就是他不是说非得用金钱帮助别人，不是，说不定金钱是非常狭隘的东西。这个利他是，比如说在精神上比如说我这样说吧就是说你可能有个朋友他很努力，可是遇到挫折他就是很努力想要改善他的状况，想要比如说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好，但是呢总是在事业上也许会遇到一些挫折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们未必有这样的实力说我们在经济上怎么样帮助他但是你可能在精神上比如说你知道他某一些困难，你表达理解，你表达支持，你甚至在精神上你肯定他的很多很多做法，这样他就会重新得到力量，他就不会被这个挫折好像有点退缩说明在你的支持底下在你的理解，在你的这种对他某一些事情的这种认可这种觉得他的那样做法是很好的，在这种鼓励底下说不定他就提起力量，就继续往前走了，然后最后突破困难，我们就是说提升吧就达到他的提升。其实你这样做就是做一个菩萨在做的事情你就已经在做一个菩萨在做的事情那这个是《金刚经》要教我们，就是其实没有很困难。金刚经的修行第一步就是我们愿意帮助别人，在别人修行的过程当中，道路当中，我们帮助他往上走一步。我们不一定要送他到最高的地方，因为我们未必有能力，但是我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在别人在你的身边一定有人，在他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过程当中，你一定有能力提供一些帮助提供一些支持，提供一些助缘让他往更好的自己往上再走一步往上再提升一步。这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当菩萨我认为这个是《金刚经》要教我们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菩萨不是我修行修到某一个很高的地步，然后我再来当菩萨，我再来帮助别人，不是这不是说修行高的人才有资格帮助修行低的人，不是这样子的。我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帮助其他人，无论他修行比你高还是比你低，那个高低是无关的就每一个人他都有能力在别人修行的过程当中提供助缘助力，提供他所需要的帮助，让他在修行上更往上更上一层楼。这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不是说菩萨帮助凡人，没有这个分别，每一个人都是菩萨。每一个人都是菩萨这件事情也是《金刚经》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不是说有某些人是菩萨，有某些人不是菩萨，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菩萨，因为从能力上来说，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大家都听过释迦牟尼佛修行的故事。释迦牟尼佛修行曾经有一度修苦行，修到那个身体非常瘦弱，非常虚弱，乃至于晕厥，晕倒在可能好像是晕倒在一个河边还是草地上。
那么是有一个牧羊女，是不是就拿了一点羊奶啊，可能熬煮一下就让这个释迦牟尼佛吃了以后恢复了体力。我问大家，请问这个牧羊女有没有修行？她的修行程度显然跟释迦牟尼佛不是天壤之别。那我问大家，此时此刻这个牧羊女所做的事情是不是菩萨做的事情？就是她做的事情就是菩萨做的事情。所以我特别要讲，就是没有位阶的差别。我们做菩萨的事情，从修行的入手处，《金刚经》教我们的修行的入手处没有位阶的差别。不是说我修行好的人来帮助修行不好的人，没有这件事。任何人都可以帮助任何人，乃至于一个没有修行的人也可以帮助有修行的人，因为任何人都在他修行的道路上都有需要别人帮助的地方，都有需要别人成就这个助缘的地方，这是免不了的，一定要。你哪怕我们比如说这个星云法师比如说这个圣严法师是不是有需要其他人来护持他？是不是要有人帮他开车？是不是要有人帮他这个照顾他的生活？这当然是需要。那这些人是不是就是在做菩萨的事情？没有错，他们就是在做菩萨的事情。从修行上来说，当然这个照顾这个星云起居生活的人，他在修行上当然远远不如星云大师，但是成为一个菩萨并没有高低分别，没有高低分别，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菩萨。假如我们这个社会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菩萨的事情的话，我们这个社会其实佛教有一个名词我们这个叫人间佛教它不是寺院的佛教，不是。如果每个人都做菩萨的事情的话，而且毫无困难嘛，这个跟修行高低无关如果每个人都做别人的菩萨，那么我们整个社会处处是菩萨。如果整个社会处处是菩萨的话，那我们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人间佛教的社会所以我认为这个《金刚经》教我们的第一件事情，修行从慈悲入手。这个慈悲就是我们做菩萨的事情。那我们做菩萨的事情，到最后做到最好的时候呢，其实可以让整个社会成为一个人间佛教的社会，也就是整个社会都是道场，不是你到寺庙里去才是去修行，不是，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修行的道场，因为每个人都在做菩萨的事情。好，这个我认为这是《金刚经》教我们第一件特别好的事情。那《金刚经》要教我们的第二件事情我认为是智慧第一个这个慈悲，第二个就是智慧我如果顺着第一个讲的话，那我就会说，修行从慈悲入手，但是过程当中要不断提升智慧修行从慈悲入手，但过程当中我们要不断提升智慧。好，那再来就是我们讲什么是智慧这个智慧不是说帮助我们把事情做得更好，帮助我们把事情做得更有效率，投入更少，产出更多，这个叫智慧。当然从世俗的角度来说，这当然是智慧。可是佛教里面要讲的智慧，恐怕不是这种就是可以让事情做得更好更有效率，不是指这种智慧。因为这个智慧佛教有个专有名词叫般若其实般若本身的意义就是智慧，只是般若是智慧之上的智慧，所以你如果只是翻译成智慧，会让人家误会以为它是指一般让我们把事情做得更好的那种智慧，不是它的本意是智慧之上的智慧，或者一切智慧背后的智慧。当然有人也会说，那般若就是智慧，您这不是蛇足，自己又加2个字。那我就是怕会有误会，所以我常常在讲的时候，我就说这个般若智慧。般若智慧是一种很特别的一个状态，它的状态是，比如说我们讲一般的智慧是让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可以做得更有成果然后更有，比如说让资源创造出更多的资源然后让我们可以拥有更多的东西，收获更多的东西这种都是你智慧的显现，让你拥有更多，收获更多，过更好的生活等等的简单说都是世俗的智慧
那佛教里面特别要讲的智慧是哪一种？很奇妙，跟世俗智慧要讲的刚好是颠倒。佛教要讲的智慧是放下的智慧，不是得到，刚好相反，是放下的智慧。你如果放得下，对你内在的状态没有影响，而这些外在的东西你都可以放下，乃至于内在的东西你也可以放下，这种叫做般若智慧。一般来说，比如说我这样讲比如说你玩股票然后损失200万，我就这么说好你损失200万，请问你损失200万对你玩股票，你心情有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我相信90%的人类心情都会有巨大的影响。有时候可能会自责，哎呀，自己怎么那么笨？有时候可能会怪别人，都是因为他建议我买这个，所以我现在才落得这样损失200万。有时候怪自己，有时候怪别人，有时候怪那个就是谁写了那个报道把我误导了，提供错误的讯息这你东怪西怪，你越怪，内心烦恼就越纠缠。不是说怪了以后我们内在就轻松了，刚好相反，越理不出头绪，你就越陷在这个烦恼，甚至痛苦，甚至陷在痛苦当中。那佛教就是刚好相反，就是说如果就是你是用闲钱你来玩股票，这个时候你才比较容易有平常心嘛。你如果是用你需要的钱来玩股票，你赔200万，那当然是心情是不一样但是你可能是用你平常用不到的钱，所以其实你可以比较轻松去面对它，它对你内在会有影响，但是影响会小很多。这种让事情对你所产生的牵扯的力量没有那么大，你的内在状态就是一种有智慧的状态。这就是一种有智慧的状态就是以佛教来说，这就是一个，它是放下。你有没有放下这个能力？这里还牵涉到一个，到底智慧是不是我懂什么事情叫做智慧，我不懂什么事情叫做没有智慧？不是，佛教的智慧，尤其是般若智慧，指的不是这个你懂不懂的事情。般若智慧跟你懂或不懂没有关系般若智慧，我常常比喻说，般若智慧跟骑脚踏车一样。请问有没有人，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因为读了10本非常好的书而会骑脚踏车？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因为读了10本非常经典的脚踏车著作以后，你会骑脚踏车了？有没有这样的人？有的话，请介绍一下，我想跟他认识。没有，因为它不是一个知识，它不是你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有智慧或没智慧，不是。般若智慧不是这样，般若智慧是一种行动的能力，是一种自处的能力，是一种自我觉察的能力，是内心世界的自我感受。你有没有能力放下来？这个不是用嘴巴说的。比如说你有个同事他被人家重伤讲了很难听的话，这个事情呢半真半假，没有办法求证，他非常生气，他觉得这个某某人怎么可以在背后讲这种话，就对他造成巨大的伤害。假如你是这样安慰的话，你安慰说，哎呀，这个不要介意你要平常心你要放下，你要有佛教的智慧你放下就不会有烦恼了你现在这么生气，你看又生气，他又没有感受到，然后你生气又把自己身体气坏了。我跟你讲这种话很容易，但是对那个受到伤害而处在生气状态的人，其实你对他一点帮助也没有，说不定他越听越生气。我认为这个是不但是一种廉价的安慰，甚至他根本就是一点慈悲心都没有的安慰。为什么？好，这里就是牵涉到智慧，它背后有一个先决条件。所以我讲放下这个话谁都会讲平常心这个话谁都会讲原谅别人这个话谁都会讲生气只对自己不好，对别人一点影响也没有，这个话谁都会讲。但是当你讲这些话的时候，其实它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我们内在要感受到我们整个人他其实有一个自足
圆满，不需要什么外在的东西才能够觉得自己好，他必须有这样的感受。你今天如果觉得说，你觉得你是有欠缺的人，你觉得你需要外在，比如说需要外在有每个月赚多少钱，你觉得你需要你住什么样的房子，你觉得你需要开什么车，你才觉得生活这样的生活才是一个好生活。就你的所谓的好，你的所谓的圆满，你的所谓的就是愉快，需要很多外在的条件的加持，你才能够觉得那是一个好的生活。这个就不是一个圆满自足的状态。就圆满自足，既然说到自足，就是我所需要的东西我自己都能够提供自己，这个叫自足嘛。我不需要太多外在的东西来提供我的自足，而我所需要的东西其实我内在就能够提供给自己，这个叫自足。所以我就说，你想要内在有佛教的般若智慧的这个状态，这个状态不是拥有的，不是你去哪里学了什么东西，不是你知道了什么东西，不是你懂了什么东西，不是你读了几本经以后你可以拥有这个般若智慧，不是。这个般若智慧它的前提是你感受到内在有一个自主圆满的状态，你所需要的东西其实自己就已经能够提供自己。这种状态你如何去体会？这种状态我们常常这你如果问修行人会说，日常生活当中随时都可以体会。他说你喝一口茶就在体会这个内在自主圆满的状态。就是你慢慢的喝一口茶，你就能够感受那个安静底下你内在就有一个自主圆满的状态。但是我们一般人没有修行不到那个地步，所以可能一般人你想要感受到这一步，说不定你要透过静坐打坐的方式，你比较容易体会到。当你我们打坐到一个地步，进入到某一种状态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你自己什么都有了。其实就在就是缓慢的呼吸当中，你身体圆满，你身体处在一个舒适的状态，那种温暖舒适，那种仿佛不用你甚至连动一下你都觉得是多余的。你打坐打到那个地步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就已经进入到一个自主圆满的状态。我就简单就这样比喻，就我们必须先体会到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可以透过修行而感受到我们的内心有一个自主圆满的状态。你必须先有这个前提，你有这个体会，你才做得到放下这件事情。你没有这个体会你就贸然叫人家你这个不用计较啦平常心的，你这样子去劝人家是没有用的或者甚至你这样劝，我认为是没有同理心的，甚至没有慈悲心。这个我们读《金刚经》，第二个你就要体会到，你要学习这个智慧的状态。你要无论你是要透过打坐，或者是透过日常生活当中的内在的觉察，这个你要感受到自己是一个自主圆满的状态，常常是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内在觉察的过程。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觉得刚吃饱饭，你想要喝一杯咖啡，再来一个甜点，你觉得这样子很快乐。如果你读过《金刚经》，在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自己，我真的需要那一杯咖啡跟那一个甜点吗？如果眼前就是这么一杯水，你慢慢的喝它，你慢慢的拿在手上，感受这个水的温度，然后你慢慢的放在嘴边，然后慢慢的啜饮，含在口里，然后你也可以感受到那个水的甘甜。难道这样子那种你期待中的快乐就不会发生吗？你期待中的某一种满足就不会发生吗？其实是会的，那个是会发生的。也就是说，当你朝内在自我专注，朝内在专注，你不要把注意力向外耗散，你把那个注意力向内凝聚，你比较容易体会到，其实我们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缺乏当然你如果一直处在毛毛躁躁安静不下来的状态，当然你永远觉得自己是缺乏的。当你能够安静下来，而且享受你的那个安静的状态的时候，你会发觉
你本来以为你必须拥有这些东西才能够感到满足，但其实不需要。你即使没有这些东西，你那个满足的状态依然会发生。如果你已经能够体会到我讲的这件事情，某种程度你就已经可以体会到每一个人内心都有一种圆满自主的状态，你就能够体会到这一点。那能够体会到每个人内心都有一种圆满自主的状态，这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一切智慧的根源。你没有体会到这件事情，叫你放下，我觉得就是强人所难。你有体会到这件事情，你就会自己，你甚至不用别人教你，你甚至自己就会去尝试着放下一些平常放不下的事情。所以我就特别在读《金刚经》的过程当中，我特别感受到这个就是领受这个智慧这件事情，需要有个前提，就是自主这件事情。你对自主圆满的状态，自我内在自主圆满的状态体会的越深，那么你的般若智慧就越上乘。你的般若智慧就越上乘，或者说你的般若智慧就越容易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发挥作用，它就越容易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发挥作用。这个就是我讲的第二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讲是慈悲入手，第二件事情在慈悲入手的过程当中，你要不断的去提升你的智慧，而这个智慧指的不是一般世俗的智慧，而是我刚才讲那个般若智慧。那第三个要教我们什么呢？我跟大家说，第三个要教我们就是慈悲就是智慧，智慧就是慈悲。这当然不是从表面上讲，而是说慈悲走到深处，你就会遇到智慧；智慧走到深处，你就会遇到慈悲。就他们在比较深的地方，这两件事情会合而为一。这个就是佛教常常讲的尤其是禅宗常常讲的，叫不二，就不是两件事。就比如说，你以为慈悲是一件事，智慧是一件事吗？不是，不二，没有两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一件事，只是它走到在本的地方看，它是一件事情，然后你的分叉开了以后，你以为它是两件事，其实它是同一个树干里面生出来的两个不同的树枝，那它是同一个树干，甚至来源于同一个树根，那是分叉出去以后，让你以为是两个，其实是一个。这个佛教常常讲不二，或者有时候就称为不二法门。这法门当然就是一个修行的方法。你不要把事情都看成两件，其实它是同一件事情。其实我常常会想到就是这个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做颜渊大家都知道，这是孔子最喜欢的一个学生然后这个孔子有一次就叫很多同学说，你们说说你们的人生理想，或者你们想要做什么事情然后问这个颜渊颜渊就说他就讲了6个字叫我希望我呢无乏善无失劳无乏善无失劳。这6个字我相信大概70%-80%的人都没听过不过没有关系，你们也不用真的去理解，听我解释就好了。我把颜渊讲这6个字，我稍微扩大解释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看到我们的优点，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看到我们的好看到我们觉得骄傲的东西然后甚至得到别人的肯定，每个人都希望这样子。所以颜渊就说，他愿意先肯定别人，他不急着让别人来肯定我，所以这个叫无乏善。你们不必急着肯定我，我愿意先肯定别人。因为肯定别人其实某种程度就是慈悲，某种程度就是帮助别人，某种程度就是在别人成就自己、提升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过程当中，我们推他一把，给他一点这种鼓励让他得到一点成就感。这个就是无乏善。那你说这是智慧还是慈悲？我跟大家说，它既是智慧也是慈悲。无失劳，劳当然就是付出。无失劳意思就是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看到自己的付出，都希望别人看到你的贡献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哦，都希望别人看到你的正向的一面。但是颜渊就说，这个虽然我也很努力，但是我愿意先看到别人的努力，我愿意先肯定别人努力，我愿意先赞叹别人的努力。我跟你讲，从某一个角度来说，颜渊就是一个修行者啊，一个很认真的修行者啊，他都不需要。某种程度，我们也可以说，颜渊他觉得他有他自我觉察，然后他也有他觉得自己有一种内在自我圆满、自我自足的这个境界，这个是有的。因为你内在没有那个自足而圆满的境界，你要去真心的肯定别人不容易。就通常是我们内在已经感受到有一个自足圆满的境界，我们很容易真心肯定别人，我们很容易真心欣赏别人，我们才容易真心赞叹别人。而这个你的欣赏、你的赞叹、你的肯定，其实就是布施嘛，其实就是慈悲，其实就是帮助每一个人在他人生的修行过程当中，你提供助缘助力啊，你推他一把，你让他再往前走一步，你让他更上一层楼。所以到最后啊，你应该再学到第三件事情，就是慈悲跟智慧不是两件事，慈悲跟智慧其实是同一件事情。我们一般人，比如说我问大家，就一般人为什么不想修行？某一个角度来说，你感受到生活的痛苦跟烦恼啊，它可能是个修行的障碍。因为你就觉得生活已经痛苦烦恼这么多，我应该先解决痛苦烦恼，我哪有时间再让自己变得更好啊？我应该先解决这些负面因素。但我也必须说啊，痛苦跟烦恼既是修行的阻力，同时也是修行的助力。一个人如果从来没有感受到痛苦烦恼，从来没有感受到挫折，我认为他要成长也很困难。我认为他想要更上一层楼，他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其实也不容易哦。就它既是一个阻力，这个我们绝对承认。这个痛苦跟烦恼啊、挫折、困扰啊，这些既是人生想要修行的阻力，但是你也不可否认，它也是想要修行的助力。那么这里就牵涉到我们的慈悲。什么叫慈悲跟智慧的结合？慈悲跟智慧的结合，就是我们在帮助别人，一方面是减少他们的痛苦，可是二方面我们要用我们的智慧，能够让对方感受到自己所遇到的那些痛苦，其实也是他提升自己的一个助力，提升自己的一个很好的助缘。还好有遇到这样的痛苦，还好有遇到这样的挫折，否则自己可能一辈子也学不到这些事情。那学习就是成长，成长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所以我常常讲，学习就是最容易的修行，因为学习就会让自己变得更好。所以就是当你懂得如何把慈悲跟智慧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你更能够帮助其他人在他的修行成长之路上提供助缘助力，提供帮助，提供支持，提供动力。这就是我们读《金刚经》读到后来，也要进一步再把慈悲跟智慧这件事情还要再结合在一起，要感受到它不是两件事情，它其实是一件事情。好，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金刚经》教我们的三件事情。那我也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做金刚经白话讲座，这个是跟我们2-3年前出版的那个易经白话讲座延续同样的这个风格。那我在2-3年前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我学习易经的这个心得。那么现在我就是跟大家分享我学习金刚经的心得。那简单就是跟大家分享这3点：慈悲、智慧，以及慈悲就是智慧，智慧就是慈悲。好，谢谢大家。老师好，那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在老师分享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念头跑出来。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我们上易经课的时候，老师有讲过，就是说，同一件事情你一直维持，它会有业，就是业力发生。对。所以，那其实我在带团队的过程当中，
我以前有个绰号叫做狼井鹤所以我不觉得我对大家很那个过好，该要求的还是会要求，对，但基本上都很容易可以沟通。是，那我就觉得其实我也是秉持着可能叫做慈悲这样子、利他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在带团队。可是我又觉得就是说，有时候你很难拿捏说，因为你知道就是太好，他可能就会爬上头。对，你怎么去拿捏那个分际？其实我觉得带到后来其实是有一点不是那么容易拿捏。对，这个是我刚刚也讲说，这个我们这个苦啊，就是烦恼啊，不顺心的事情，它既是修行的阻力，但它也是修行的助力啊。所以，比如说你在有一些东西，你愿意通融，你愿意放宽，你愿意给人家方便。这个给人家方便，当然是消除那个阻力，让他可以更好的修行。我是指广义的修行，所以你要进一步去看，他真的有没有因为这样的获益？那个获益不是利益，那个获益是指他有没有真的因为这样子而得到一种助力，让他变得更好，让他表现得更好，或者让他更有力量去做一些过去做不到的事情。我认为这个才是关键，就不能只是消除痛苦，就是消除痛苦之外，还要有另外一个力量是让对方得到提升。所以如果一味的只是消除痛苦而没有得到提升，其实久了以后当然短暂还是很有帮助，这是久了以后它其实一定会有其他的业力产生就是人如果不提升，人如果没有修行没有提升，这个迟早业力是要出来的。这修行跟提升其实就是也可以说是化解那个业力的产生。所以我觉得做一个好先生好商量的人没有什么错，可是你的好商量如果到后来不能够让他们变得更好让他们能够做一些过去做不到的事情，这个就要反省一下但是如果一持续它是有一个好的效应，正面的回馈其实这样的好商量并没有什么，我认为没有什么问题，但就怕说凡事好商量，可是他们不但不往上，反而有点往下，有点朝习性的方向走，其实那个就不好。是，那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我们也很希望帮助同仁成长，对，但是有一些同仁其实就是说成长这件事情有时候是要自觉的，对。如果他自己没有感受，或者说没有自觉说我需要去做一些改变，那我们在旁边再怎么说破嘴，他还是就是那个改变其实是很缓慢。对，你讲的一点也没有错，这个是其实我常常讲说，哪怕是一个神通广大的菩萨，也没有办法救一个不想修行的人。就是你讲没有自觉，其实就是他不想修行。对一个人，如果已经进入到一个不想修行、不想让自己变好的状态，其实讲什么都没有用，其实就是只能说可惜了，就只能说可惜了。当然，如果是他想要就过去他成长的已经有点辛苦，他想要休息一下，那当然可以，可是也不能休息太久，也不能我先休息10年，对不对？就因为成长这件事情。或者说修行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短暂休息，但是你没有办法说休息好几年，这个也是不对的所以一个人也许他可以说最近很累，最近烦恼的事情很多算了，我这个也不想学，那个也不想学就短时间我们可以接受，3个月几个月我们可以接受，可是长时间其实那样子是不好的当然通常这种有时候我们说难听一点，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字眼形容这样的人，就是那根本就是摆烂嘛。某种角度来说，当然他不一定是对工作摆烂，因为他可能工作都有做到70分这样子他只是不想变成90分他还永远维持在70分，但至少他对自己的人生是处在摆烂的状态，对自己的生命是处在摆烂的状态。那像这样子的状况其实就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就是说像有时候听老师讲佛经的一些这个知识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就是说像菩萨他其实会变换各种
就是示现给大家嘛，对去带领大家。那假设像刚才碰到这样子的一个同仁，他们其实是就是处于一个不想学习、不想修行、不想改变的状态，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应该从另外一种，就是你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是给他一个，比方说一个当头棒喝，或者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对，你讲得很好啊，这个就是说，理论上菩萨应该神通广大，菩萨的神通来自于在任何机缘底下，他都有接引众生的能力。就我对神通的解释是这样，我对神通不是说变化什么可以没有的把它变出来，这个佛教里讲的神通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佛教里的神通指的是说，在任何因缘底下，菩萨都有一条路可以接引这个众生，让他得到提升跟成长。这个是那理想状况，菩萨有千千百百种方式去应对千千百百种人。但我们身为肉身，我们毕竟是有限的，我们能够面对5种10种就已经很不错了。像我们面对千千百百种，恐怕力有未逮，也可能是我们有需要进一步再学习啊。所以就是如果真的你没有办法影响对方，我觉得也不必过度责备自己哈。真的没有办法影响对方，那就是缘分还不到嘛，就缘分还不到，也许让他跟别人接触去创造其他的缘分，说不定更好。老师，我有2个问题哦。我觉得这个我们都卡在就是我们是菩萨的问题，就是像刚刚他说同人嘛，那我觉得我遇到的是现在的小朋友就是更聪明，那他们会好像因为像我们都会已经理解，有上过课都知道说他们提出问题或是需求，我们再来为他解答或是提供参考的意见这样子。那他还没有提出来之前，我们不会自己主动，因为那样就是鸡婆嘛，都有这个概念。可是现在小朋友很聪明，他们会把问题就是问你，然后就好像很可怜，然后哭哭啼啼的，就我就是不会，然后你就要一步一步的教他。可是问题是你最后会把事情都好像在自己的身上，可是你又没有办法不去共感他的情绪，那这个部分要怎么踩刹车，或是在哪里？我觉得是这样子哈，就是无论我们处在任何状态底下，只要我们愿意真心修行，真心希望自己变得更好，只要这个心是真的，我们都有可以做的事情。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来寻求你帮助，他说我什么都没有办法做，我不认为他是真心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也许他真心想要摆脱这个痛苦，但是他恐怕不是真心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因为只要你是真心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也就是我们讲的修行，你一定有可做的事情。你现在跟我讲说我什么都没办法做，我只能一切都要你来帮助我，我自己什么都没办法做，然后说你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这个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有这个。就是某种程度你把属于他的功课揽在自己身上，这是他的功课他做了，他才有对自己有帮助。你把它揽在你自己身上，对他并没有帮助。就一样回到我们刚才讲，就是我们一方面是要能够让别人痛苦减少，但是2方面也要让对方在经历这个痛苦的时候，他也得到成长，得到学习，得到提升，这样才是真正的菩萨而且才是这个把慈悲跟智慧结合在一起的菩萨。所以我们就是适时引导之后，对，他一定有可做之事，所以你把所有事情都揽到你身上来做，这绝对是不对的。就他一定有可做之事，比如说可能要改善这个状况，可能假设你要做5件事情，说这5件事情至少总有2件事情他可以做嘛，另外3件事情你可能帮他分担。那也许再往下一步，你做2件事情，他做3件事情，再下一步你做1件事情，他做4件事情，这个才是有一个，这才算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嘛。然后再来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也有听过一个长辈是说，一定要理解的一件事情是，人性就是你对他很好，但是他反过来就是会捅你一刀。这个当然要怎么避会，免？这个当然会，这个
这个就是我常常讲，就是我们这个菩萨行是在帮助别人修行。这在菩萨行不是只有在减少别人痛苦，在减少别人痛苦之余，他还要有智慧，让对方在经历痛苦的过程当中得到成长啊，变得更好，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佛法。就过度偏向于慈悲，其实不是一个完整的佛法。过度偏向于智慧，一天到晚督促人家要成长，这也不是一个很好。他到最后，你必须知道这是同一件事。当那是同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才得到一个圆满的解决。所以你会被一个人捅一刀，当然人生难免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啊，难免会遇到。只是我的意思是说，在过程当中，你应该慢慢感受到对方是不是处在一个修行的状态。如果对方不是处在一个修行的状态的话，其实就是我相信你慢慢感受到对方不是处在一个修行的状态，你也会慢慢收手，那么这个收手之后，如果他真的再捅你一刀，我觉得你受的伤害应该不会那么大。就我们觉得受伤最大的情况底下，就是我们全心全力的付出，可是又被对方捅一刀，这种情况底下受伤最大。但是我的意思就是你在过程当中，你应该慢慢感受到对方是不是处在一个修行的状态。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